话说热爱甜饮的胖女孩，因知道了代糖饮料不能喝太多，这次在网络上又认识了非常出名的减肥饮食法，重点是只需限制糖分，可以大量吃肉，就能成功减肥。所以这次她大吃又大喝，这真的有效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 Shalin， 本期要和大家探讨课题：吃肉可以有效减肥吗？受人瞩目的生酮饮食法是一种仅吃含高蛋白、高脂肪的肉类，摄取极少量碳水化合物，不超过20克为诉求的减肥方式。虽然有不少个案显示这种减肥法可以快速减重，效果明显，但它对健康却潜藏着相当的危险性。人体最主要的热量来源之一是葡萄糖，每日饮食中至少必须有130克碳水化合物。当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低于100克以下，生理代谢会转向燃烧体内的肝糖。肌肉中的肝糖存量有350至400克，肝脏则为50至120克。当体内所有肝糖被耗尽时，生理上就会转向燃烧脂肪产生酮体，替代葡萄糖成为热量来源，以供应脑细胞与身体生理需求。这个过程被称为酮症。生酮饮食法就是最典型的吃肉减肥法，其饮食规则之一，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不能超过20克。吃大量的肉，也就是摄取高量蛋白质和油脂，致使体内产生酮体作为热量来源。吃肉减肥在短期内或许可以看到明显减重效果，这是因为部分脂肪被燃烧生成酮体，但体内生成大量的酮体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它会改变血液的化学平衡，导致生理代谢上呈现酮中毒，所以需要喝大量的水将其经由肾脏以尿液排出。当酮体排出体外时，同时也会带走大量的水分，造成细胞脱水。所以吃肉减肥法看似效果显著，其实有一大部分减掉的不是脂肪，而是水。就算体重暂时性的下降，也会在短时间内反弹回来。显而易见，这是相当危险的减重手法，请三思而行。减重不等于减肥，不当减重的人常有瘦肥的情况，就是体脂肪比例高的人。若不是利用运动及正确饮食减重，即使体重磅数减少了，被减掉的通常不是脂肪，而是水分和体肌肉。当回到日常的生活饮食习惯时，复胖的几率很高，而且复胖回来的都是体脂肪，绝不会是体肌肉，这就是所谓的溜溜球效应的恶性循环。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，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轻易采信任何神奇的减肥餐。减少饮食中热量的摄取，配合定期运动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，缺少一项都无法让身体远离多余的体脂肪。若非要冒险走捷径采用吃肉减肥，也务必在专业医护及营养师的观察监督下进行。所以回到问题，吃肉可以有效减肥吗？答案是，吃肉减肥法是利用酮生成的生理代谢原理来减重，此法虽然可以燃烧部分体脂，看似有效，但对身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，而且还会导致脱水。减掉的有一大部分是细胞组织内的水分，所以非常不可取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喜欢这支视频的同学们，记得按赞订阅，点击旁边的小铃铛哦。你们的支持对我就是最大的鼓励。对于生酮饮食，你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呢？欢迎在下面来留言，或许就会出现在我下期的视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用动画带你看健康世界，让你秒变凡事通营养达人的营养师 Shalin。我们下期见。